美国深陷中东泥潭，全怪解放军没来驻军。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堪称魔幻现实主义的超级大瓜。咱们常说躺着也中枪，但在当今这个国际局势下中国哪怕是待在家里面安安静静的搞建设，也能被大洋彼岸飞来的连环黑瓜砸得晕头转向。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中国的军事实力那是坐着火箭往上窜。某些西方国家看着咱们的航母下水、隐形战机列装，那是如芒在背啊！中国威胁论天天挂在嘴边。可是事实是啥？中国一直奉行的是防御性国防政策，就是除了派点维和部队，派几艘军舰去亚丁湾护个航，打打海盗，从来没有在海外搞过什么军事扩张啦，还更没有满世界建这个军事基地。这按理说，咱们这么安分守己，这西方总该挑不出毛病了吧？错。你还是太低估西方媒体的底线了。最近呢，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极其逆天的报道，核心观点吧，就一句话：正是因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缺乏军事存在，才诱使美国卷入了战争泥潭。各位看完这篇报道，我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这得多大的脑洞，起码得有个10年脑血栓才能憋出这么清奇的脑回路呀！这简直就是中国威胁论的无敌进化版。以前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在西方眼里都是威胁。现在中国什么都不做，它也是错的呀，而且还是导致美国打仗的罪魁祸首。那按照美媒现在这套神逻辑那感情美国打不打仗，全都要看中国的脸色呗。美国大兵满世界乱丢炸弹，搞颠覆，到头来是因为中国没有派兵去拉住他。这就像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酒鬼，开着一辆横冲直撞的泥头车，在马路上连撞了10几辆车，那最后车毁人亡。结果这个酒鬼爬出来，第一句话不是道歉反而是指责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一名交警，都怪你刚才没有拦得住我，是你没在现场，才诱使我酒驾的。但凡稍微有点历史常识人都清楚美国这次在中东被拉下水深陷于伊朗的战争泥潭，完全是自己一步步作出来的，是心甘情愿被以色列算计的，跟中国有半毛钱关系吗？咱们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个美国手里面拿了一罐洗衣粉，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直接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入侵。那个时候美军在正面战场上所向披靡把萨达姆打得找不着北。那会儿美国人怎么不跳出来抱怨呢？中国在中东缺乏军事存在，迫使我们卷入战争啦。那个时候他们可是吹嘘自己是天降正义、民主灯塔呀。再看看美国跟伊朗的梁子那更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冷战时期就结下了血海深仇，那后来好不容易签了个伊朗核问题协议，这局势眼看要缓和了，结果呢，天降猛人特朗普直接一脚踹翻了桌子，单方面撕毁协议，恢复对伊朗的极限制裁。不仅如此还在谈判桌上对伊朗不宣而战。这一套令人窒息的组合拳打下来硬生生把伊朗国内最温和的改革派总统都给逼成了咬牙切齿的反美精英那现在好了，伊朗被逼到墙角了，直接对美以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那被搞得骑虎难下的美国急需要找个人背锅这个锅甩给谁呢？甩给以色列？不敢那是自己的亲爹甩给俄罗斯？那也不行，人家正忙着乌克兰打仗呢，没空理你。所以看来看去，环顾四周，就只能甩给苦口婆心劝架的中国了。那为什么美国总是这么喜欢把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死死扣在中国头上？其实底层逻辑吧非常简单，在这个世界上，承认自己犯错永远比编造一个外部敌人要难得多。历史上的明君都知道要知人善任、虚心纳谏，甚至还要下个罪己诏。但在美国那种极其极端的选票政治里有哪个政客敢公开承认是我们白宫的战略失误导致了美国的衰退？一向自诩为世界警察的美国怎么舍得让自己伟岸的形象受损所以呢，他们就需要一个替罪羊。在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极其滑稽的习惯也就是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遇事不决怪中国，美国通胀了，怪中国产能过剩；美国通缩了，怪中国不买美债；今天下雨了，怪中国搞气象武器；明天干旱了，怪中国破坏环境。那现在中东打仗了，怪中国没派兵来管我。
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困境本质上就是霸权思维反噬的必然结果。这套操作我们太熟悉了，威逼利诱，你要是不听话，我就用航母和炸弹强行改造你，把我的价值观强加给你。从格林纳达、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利比亚，美国不断重复这套操作。这一次他们不仅严重错估了伊朗玉石俱焚的决心和实力，更致命的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现在的掌控力。眼瞅着航母被堵在红海，军费像烧纸一样花出去国内的老百姓开始上街抗议了。这个白宫他没法向民众交代就只能把媒体放出来咬人，强行把焦点转移到中国身上。但是这篇逆天的报道在荒谬之余，其实也从侧面暴露出一个极其真实的绝大部分美国人内心深处的潜意识，那就是他们已经从心底里承认中国是一个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了。在这个地球上也只有中国有实力去约束美国的暴走。就在今年1月美国的权威智库发布了一份重磅民调报告。这份报告的标题非常直白，大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实力已经与美国相当，或者是超过了美国。这份报告可不是野鸡榜单权威性毋庸置疑并且为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疯狂转载。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会这么想呢？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咱们回忆一下2016年的南海危机双航母对峙那可是真刀真枪的硬杠。结果呢，美国人退了。近年来，美国政府高官天天把无意与中国爆发冲突挂在嘴边，生怕擦枪走火这在军事层面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在自己家门口阻止美国为所欲为。再看看这2年打得火热的关税战、科技战美国的金融制裁、芯片封锁，手段用尽了吧？结果中国不仅没垮，反而是突破了封锁。我们反手打出一张稀土管制和加扯出口限制的牌，直接掐住了美国高端军工产业链的命门，把它克制死死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相信一个事实只要中国一出手，美国在任何事情上就会变得出奇的讲道理。而伊朗这次为什么挨打？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伊朗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没法把美国按在谈判桌上老老实实听话。西方媒体指责伊朗发展核武器，所以该打。那中国没有核武器吗？咱们不仅有还是合法拥有。美国指责伊朗研发能打到本土的导弹，所以是威胁。那中国的东风快递呢？那早就实现了全球无死角覆盖了随时包邮到家。如果说因为这些莫须的罪名就要挨打，那中国为什么稳如泰山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因为中国已经强大到了可以让美国心平气和讲道理的境界。在这个肉肉切实的世界里，和平从来不是求来的在西方的底层逻辑里，一个国家它只要强大了，就必然会对外扩张，去抢地盘。那不然你花那么多钱造那么多的航母和五代机干嘛呀？所以呢，他们就死活想不通这个中国它明明已经拥有了跟美国一较高下的军事实力，却为什么不肯向中东派兵驻军？这个背后肯定有阴谋。现在看到美国一次次陷入战争泥潭，西方媒体这个灵感立马就来了，懂了，这一切都是坏老中在搞鬼，是中国故意不制造障碍，故意引我们美国人跳坑的。那为什么中国明明有这个实力，却坚决不在中东、不在海外大规模的驻军？不是因为中国办不到而是中国高举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我们确实拥有了足以毁天灭地的强大军事实力，但是这把剑是用来保卫我们自己饭碗的，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子拿来满世界威胁嘚瑟的。各位试想一下，如果伊朗这次没有扛住，开战1周就举白旗投降了，美国的航母毫发无损，那今天西方媒体绝对是另外一副恶心的嘴脸，他们一定会洋洋得意的宣布美军不可战胜，中国根本不敢阻止美国。既然你美国自己选择了开战，那你就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咽下战事不利的苦果，而不是一遇到挫折就跟个输不起的巨婴一样满地打滚，把锅甩给中国。而且我把话撂在这儿，万一哪一天中国真的觉得有必要满世界驻军去约束美国了，你信不信这些西方媒体又该立刻换一套说辞哭天抢地的高喊中国全面军事入侵世界啦。反正无论你怎么做在这套双标的嘴里中国呢永远是错的。那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更应该埋头苦干，继续造我们的军舰，
多下几个饺子，多造几架歼20。因为对付这种流氓啊，你讲道理啊是没用的，真理永远只在东风快递的射程之内。好了，今天这场酣畅淋漓的申霸就到这里。那对于美国媒体这种甩锅行为，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